一场校园霸凌案如何点燃整座城市的怒火？普通百姓又是怎样鼓起勇气走上街头，直面手握强权的公安武警？最近，在中国四川省一座名叫江油的小城市，就发生了这样震撼全国的一幕。事后，有人称之为江油起义，因为普通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和公安武警当局对峙，一度喊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口号。表面上看，这起风波源自一起校园霸凌案，但幕后隐情远非表面那么单纯。有分析形容江油事件是对未来的预言，预示着更大的变局正在酝酿。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江油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惊人真相。7月22日，在中国四川省江油市，一名年仅14岁的初中女生遭遇了极其残忍的欺凌。这天，她被3名年龄13到15岁的女同学诱骗到一栋荒废的烂尾楼里，在那里，她经历了长达4小时的羞辱、殴打和威胁。施暴者不仅对她拳打脚踢，导致她头皮、膝盖等多处软组织挫伤，还抢走了她的手机，全程拍摄了欺凌的片段。更嚣张的是，他们将这些画面上传网络炫耀。在影片中，施暴的少女们语带挑衅，对被害人扬言：“你觉得我们怕你吗？又不是没进去过警局。”另一个人更是大笑着接话：“都进去10多次了，没20分钟就出来了。”这些话赤裸裸地显示出他们完全不把法律和警方放在眼里。在网络上，施暴者的这番狂言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网友震惊未成年人竟如此肆无忌惮，纷纷怒斥现行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过于纵容。有网民更戏称，这些少女简直是法外狂徒，一指她们仗着年龄小就无法无天，肆意作恶。消息传开后，受害女孩的父母当天就报了警。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江油市公安局迟迟没有采取行动，直到8月2日才将几名施暴者传唤到案。整整2周的拖延处置，让当地许多关注此事的人开始感到不满与疑惑。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明证据确凿的恶性霸凌，警方办案却如此磨蹭？直到8月4日，江油市公安局才终于对外公布了对这几名施暴者的处罚结果。然而这个结果非但没有平息众怒，反而如同火上浇油，引发更大的抗议浪潮。根据警方通报，2名主犯少女分别被处以13天和10天的行政拘留，并各处以1000元和800元罚款。随后将他们送往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一个年仅13岁的加害者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只接受了批评教育。几名在旁围观拍摄的同伴也只是被训诫了事。公安机关在通报中还表示，相关部门正对受害人开展心理疏导和安抚工作。然而在受害者家属和舆论看来，这些轻描淡写的处置远不足以伸张正义。换言之，这起长达数小时的恶劣霸凌事件，到头来施暴者几乎不会留下任何案底，顶多关10来天就能出来，而其他人甚至毫发无伤。警方还宣称，这一处理结果已经征得受害少女父亲的同意，暗示受害者家属也认可这样的惩罚。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消息一出，受害女孩的家属当即表示无法接受。受害者的舅舅站出来公开质问警方为何包庇施暴者，直斥公安是在欺负老百姓。而受害女孩的父母更是用最凄惨无助的方式向政府请愿。他们赶到江油市政府门前，当众给官员下跪磕头，拿着扩音喇叭哭喊着请政府替他们做主。受害者的母亲悲痛欲绝，哭到最后一度昏厥倒地。然而在场的政府官员不但没有出手相救安抚，反而不断驱赶周围围观的市民，要求大家离开散开。许多目击的群众看到这一幕，内心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老百姓遭难，政府不但不帮忙，还如此冷漠无情，赶尽赶散，这还有王法吗？围观的市民纷纷掏出手机，把父母跪地哭诉，官员袖手旁观和驱离围观者的场景拍摄下来，上传到网络。这些视频片段迅速传播开来，激起了整个江油市民的公愤。接下来事情发展的远超出地方官员的预料，越来越多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大家私下议论着种种令人不平的内情。有传闻说，公安故意拖延2周才抓人，就是在吃案。
企图大事化小，私下摆平。还有人发现，警方声称受害者父亲签字同意处理结果，但根本不可能，因为受害女孩的父亲根本不识字，而她的母亲又是聋哑人，父母连字都看不懂，怎会签署同意书？这等于摆明了公安在造假，糊弄公众。此言一出，人们更加群情激愤，觉得自己被当局当傻子耍了。8月4日午后，在江油市政府大楼内外聚集了大批前来讨说法的市民，他们有人手持扩音器冲进政府办公厅，坚定地要求官方给个交代。受害者父母根本不识字，怎么可能签字同意这样的处理？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面对群众愤怒的质问，江油市政府却选择了最糟糕也最熟悉的一条路，就是动用公权力强制驱离。8月4日稍晚时分，大批身穿蓝色制服的公安开始在市政府门前驱散抗议的人群，他们推搡拉扯，试图把人赶走。然而此时的市民已不再是以前默默围观的看客，他们举起手机对准每一个粗暴执法的警察大声抗议，喊着警察打人了，欺负老百姓了之类的话。现场充斥着愤怒的指责声和对峙的场面。可是纵使民众勇敢揭露，江油当局镇压的力度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迅速升级。很快，更多身穿黑色特警制服、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被派上街头，他们排成阵列，缓缓向人群压来。警方甚至出动了大型警用运输车，有人惊讶地看到，那竟是平日用来装载生猪的货柜卡车。看来他们准备把抓到的人像托运牲畜一样带走。然而，镇压并没有让人群散去，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作用。越来越多原本在旁观望的市民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原本只聚集在市政府前的群众，开始扩散到整个市中心，大街小巷、广场路边，到处都挤满了对政府彻底失望、愤怒的群众。到了8月4日夜幕降临时，江油的街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一幕，上千名民众有秩序地集结起来，把原本人数不多的公安和防暴警察团团包围。在场所有人情绪激昂，齐声喊出各种口号。起初大家喊的是拒绝霸凌、严惩凶手、为人民做主等针对这起霸凌案的诉求。然而随着对峙升级，人群中开始出现更震撼的呼声，有人直接高喊还我民主，甚至传出有人大喊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这样直接针对政权的口号。到后来，不少市民甚至齐声高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试想一下，这是在21世纪的中国内地一座普通小城里，上千名百姓对着强大的国家机器高唱国歌，要求民主的场景。很多经历过岁月的长者不禁想起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那场轰轰烈烈的民运。没错，自从1989年之后，中国的大街上已几乎没有出现过如此公开喊出民主的场面。而如今，在偏僻的江油，这一幕真实的发生了。然而，令人痛心但又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8月5日凌晨0点过后，现场的武警和公安开始全面强制清场。大批警察举着盾牌和警棍，突然冲入仍在聚集的人群。他们逮到落单者就一拥而上殴打，几个壮汉警察合力将抗议者按倒在地，再拖拖拽拽地把人拉到外头，塞进警车或运输卡车里带走。由于不少人原以为警察不敢真的下狠手，这突如其来的镇压让群众大惊失措，现场很快陷入一片尖叫与混乱。人们仓皇四散奔逃，但在逃离过程中仍不忘用手机记录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一边逃，人群一边高喊着警察打人了，暴力执法。甚至还有一些胆大的市民一边跑一边以反讽的口吻喊出拖走拖走，共产党万岁。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警民冲突中，有人受伤倒地，也有许多抗议者被强行逮捕带走。民间有消息称，不少人当夜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有目击者声称至少几名平民丧生于混乱之中。但由于当局封锁消息，这一点难以证实。街头上甚至出现了疑似军方的无线电干扰车，企图屏蔽通讯信号，
防止更多现场消息外传。更有网络匿名人士将指挥镇压的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震的个人资料全部曝光在网上，包括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手机号乃至家庭住址和子女就读、学校、班级等都被人肉出来，使其成为中国公安体系中少见地遭到全民网络声讨的官员。当夜究竟有多少人被捕，多少人受伤，我们无从确知，因为官方对此保持了严密的封口。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场深夜清场行动，江油市的抗议被强力的压制下去了。8月5日早晨来临时，整个市政府和公安局周围已被层层巨马和铁栏包围，主要道路都拉起封锁线，每隔几步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哨兵。不知道情况的路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恐怖袭击，然而对江油市民而言，昨夜经历的一切宛如梦魇一般。谁能想到，一场源于校园霸凌的小事件，竟然会演变成警民流血冲突的局面。清场行动之后，江油市弥漫着一种压抑而紧绷的气氛，市区中心如临大敌般戒严，警方全天巡逻，防止再有任何星星之火重燃。而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场江油起义的消息也很快陷入了沉默。在8月5日凌晨清场结束后不久，中国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就遭到高压审查和删除。江油二字此前一度冲上新浪微博热搜榜第2名，但在5日清晨7点前后，不到短短10分钟内，有关江油的热搜词条便迅速消失无踪。随后，无论微博还是微信，各大平台上与江油市民抗议有关的内容都变得凤毛麟角，大量网传现场视频被飞快删除，零星几篇官媒发布的消息稿也全部紧闭评论区。人们发现江油警察等相关字眼成了敏感词，一搜索就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无法显示，仿佛一夜之间所有关于江油抗议的痕迹都从网络上蒸发了。但是越是封锁，民间越是以创新的方式留下记录和讨论。江油当地勇敢的市民们将自己拍摄的众多现场影片剪辑，汇总成一部30多分钟的记录短片，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发布，片名就叫《江油事件》。这部没有专业导演、没有大制作的短片，只凭无数普通人用手机拍下的真实片段拼接而成，生动还原了江油抗议从爆发到清场的过程。拍摄者在片中激动地喊出可以载入史册，而许多观众看完也深受震撼，称这是应当被记入历史的一幕。在中国国内，网友们则为了继续谈论江油，想出了各种办法。他们故意用酱油这个词来代指江油，借此躲避网络审查，继续分享相关资讯。毕竟对老百姓来说，亲身目睹了这样的大事，又怎可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当局越是试图抹去记忆，人们内心的震撼与疑问反而愈发强烈。那么，江油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真相，以至于人们觉得远不止眼睛看到的那样？首先，许多民众从一开始就怀疑这场欺凌案并非单纯的几个少年之间的过节，而极可能牵涉到当地有权有势者的黑幕。施暴少女在影片中毫无惧色地炫耀出入警局，如入无人之境，这很难不让人生疑。他们凭什么如此有恃无恐？背后是不是有人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当江油公安在通报中谎称受害者父亲同意私了，结果却被揭穿受害者父母一个不识字，一个是残障人士时，几乎坐实了官方试图包庇隐瞒的嫌疑。这更加让人怀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背景，让警方宁可说谎也要袒护施暴者？网络上开始流传各种传闻，而民间流传最骇人听闻的一种说法是，其中一名施暴女孩的父亲其实是江油市某位握有实权的高官，而这起霸凌事件的起因是受害少女拒绝了某位中年官员的不轨要求，结果对方指使自己的女儿纠集同伴，对她进行报复性暴力惩戒。换言之，有人怀疑这背后涉及一条肮脏的校园共关潜规则。某些地方权贵透过学校从学生中物色少女献给官员淫乐，如果校长完不成这项任务，就会被撤职。如此耸人听闻的爆料虽无确证，但在群众间广为传播，激起了极大的义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所谓的霸凌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官场罪恶。甚至有人点名怀疑江油公安副局长陈震早已知情。
乃至参与包庇其中。普通百姓越想越气愤，也难怪在抗议爆发时，警方采取强硬镇压，更被视为此地无银300两的举动，仿佛是狗急跳墙毁灭证据一般。面对沸腾的民间舆论，官方不得不开始紧急辟谣灭火。8月5日，清场次日，江油警方发表声明，否认网传的权贵家长说法，强调3名施暴少女的父母中2人无业，2人在外省打工，另外2人在本地，一个当售货员，一个当外卖员，暗示他们家境普通，并无显赫背景。警方还对2名在网上传播上述消息的女子以造谣为由处以行政处罚，称他们的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并呼吁民众不信谣不传谣。可是讽刺的是，警方的澄清并未消除公众疑虑，反而让不少人更加狐疑。大家心想，既然没有权势背景，那当初为何不及时严惩，还撒谎说受害者父亲签字？再说了，将由公安副局长陈震亲自坐镇指挥，瞒天过海，如今又疯狂抓捕传谣网民，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吗？在一个政府公信力低落至此的地方，任凭官方怎样辩解，老百姓只怕都难以再轻易买账了。另一方面，一些官媒试图从法律角度给出另一套真相来平息众怒。他们引用警方的说法称，施暴少女吹嘘自己进警局10多次，不到20分钟就能出来，其实只是为了吓唬受害者，故意夸大，并非真有如此背景。警方透露，其中15岁的刘姓主犯此前确实曾因纠纷到派出所接受过调解，但远没有影片中说的10多次那么夸张。换言之，官方暗示视频里少女的那番狂言只是虚张声势，大家不用当真。同时，官媒还指出，施暴者及其父母事后已经向受害者当面赔礼道歉，而受害者的家属也表示希望事件尽快平息，呼吁网友不要再转发相关视频，以免对孩子造成更多伤害，称我们希望恢复正常生活。听上去结局好像很圆满吧，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些说辞难以让舆论买账。一来，施暴者的口出狂言是否夸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正是因为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实非常宽松，导致一些未成年人成了有恃无恐的法外狂徒。根据中国法律，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犯下何种罪行，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14至16岁则只有犯下极为严重的罪行，如故意杀人、强奸、纵火等，才会被追究刑责。因此现实中不乏少年恶徒钻法律空子，仗着自己年龄小而为所欲为。2021年，中国虽然曾修法，针对极端恶性案件把部分罪行的刑责年龄降低到12岁，但一般的校园欺凌依然不在此列。江油事件让全中国的网民都开始反思，未成年人保护法会不会真的过于袒护坏人？那些不满16岁就肆无忌惮作恶的青少年，难道真能每次都拍拍屁股全身而退吗？江油市民的怒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种法律漏洞和执法不力的集体宣泄。二来，施暴者和家长的道歉，受害者家属呼吁别扩散，这些很可能都是在强大压力下勉强表态。何况受害女孩一家本就是弱势群体，母亲是残障人士，他们哪里有能力抗衡当地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只怕稍有不从就要吃更大的苦头。所以官方描绘的这种大团圆结局不但难以令人信服，反而更衬托出台下的黑暗与无奈。由此可见，江油这场从校园蔓延到街头的风波绝不只是几个少女之间的打架斗殴，而是折射出中国基层社会种种沉疴积弊的一面镜子。它牵出了司法体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失衡的灰色地带，也暴露了某些地方官场与权贵阶层的腐败潜规则，更反映出普通百姓长期被压抑的正义呼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案件之所以能烧起如此大的火，正是因为平日里累积如干柴般的民怨终于被这一点火星给点燃了。江油起义爆发后，北京当局对此事高度紧张。据传，正在北戴河避暑开会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得知情况后震怒不已，公安部部长王小洪更是将该事件定调为四川版瓮安事件。提到瓮安，
许多人记忆犹新。那是发生在2008年贵州瓮安县的一场大规模骚乱，当时一名少女离奇死亡，民间盛传她被高干子弟强奸杀害，却遭警方包庇。愤怒的瓮安百姓成千上万地攻击县公安局和政府大楼，纵火烧车，迫使中央撤换多名地方官员才平息事态。如今江油事件被高层类比为瓮安，可见在他们眼中，这已不只是普通治安问题，而是一个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严重政治危机信号。当局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四川，严密监控后续事态发展，务求将风波控制在局部范围内。据悉，江油市的一把手市委书记董正红已经被免职问责。事实上，许多知情人士早就批评董正红是典型的花瓶型官员，平日只会拍照作秀，粉饰太平，真正面对危机时却毫无作为。这次事件爆发后，地方决策混乱，镇压与失控的局面实际上全由副局长陈震一手主导，董正红的失职也难辞其咎。很可能接下来像陈震这样冲在镇压一线的打手，也会成为第一批被记齐的对象。所谓记齐，就是拿几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愤，切割责任，以保住整条船不翻。中共治下，这样的戏码早已屡见不鲜。这背后凸显的正是中国地方治理的一种通病：上面不管，下面乱搞的乱象。基层官员只求息事宁人，报喜不报忧；上级官员则为保乌纱对地方乱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酿成大祸才出面找替罪羊。从瓮安到江油，每当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中央往往都是先谴责地方政府无能，然后撤几个官，罚几个人了事，把责任全部推给地方。然而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就是同类问题不断重演。正如有评论所言，江油事件只是白纸运动效应的重演，当底层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个地方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出来，然后可能迅速蔓延。如果统治者始终不直面体制根源，那么今天的江油未来或许会在其他城市以更猛烈的方式重演。事实上，在江油之前，中国各地早已有无数大小不一的民众抗争事件在酝酿和爆发。10多年前的2011年，广东乌坎村村民曾因土地被官员侵占而集体抗争，赶走贪腐村官，迫使当局同意他们自行选举，产生新村委会，创下中国基层民主的一次罕见尝试。近年也出现过几次社会怨气突然引爆的事件，例如2022年底震惊世界的白纸运动，当时是严苛的清零风控把百姓逼上街头，于是从北京、上海到成都、武汉，年轻人高举白纸，喊出口号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一句共产党下台在新疆乌鲁木齐路边响起，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全国多座城市的夜空。那是自1989年之后，中国年轻一代首次如此大规模地站出来向政府表达不满。如今江油再现人民高喊口号的画面，让许多人感到既震撼又振奋。不少海外华人评论者甚至将江油事件称为小64，意指缩小版的64天安门民主运动，足见其象征意义之重大。其实在中国，每年都发生大量各种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只是大多数都被迅速压下，难以得到外界关注。但这些零散的火星正代表着民间不满情绪的长期累积，一旦条件成熟，就可能汇聚成燎原大火。如今中国经济下行，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社会矛盾日益累积，一旦百姓生活日渐困顿，对政府的怨气将更难平息，稍有导火索，便可能点燃更广泛的抗议风潮。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江油事件的结局暂时证明了当局的铁腕依旧奏效。高科技监控、大数据维稳、严刑峻法，再加上对舆论的严厉管控，让今天的中共政权拥有比30多年前更强大的维稳武器。任何抗议苗头往往刚冒头，就会被迅速压制或抹去。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从江油人民的勇气中看到希望。没有哪种高压统治能永远压住一国人民对公平和尊严的追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当年用这句话鼓舞革命者，
而今天用在江油人民身上也格外贴切。长久被压抑的中国人民，终有一天也会选择爆发。江油事件也许只是一个序曲，它预示着一种可能性。当恐惧被彻底击碎，当正义的火焰被点燃，中华大地将响起人民真正的呐喊。那一刻，也许很快，也许尚需时日，但我们已经从江油看到了未来的影子。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巨大的改变常常肇始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2010年，突尼斯一名小贩的自焚事件点燃了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烽火。苏联解体前夕，各加盟共和国和莫斯科市内的抗议示威也已此起彼落。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一起校园霸凌本是地方小事，但如果体制内积压的民怨已经足够深厚，那么任何一点星火都可能引发燎原之势，任何一颗石子都可能激起惊涛骇浪。江油的硝烟虽然已散去，但留给中国社会的震撼与思考才刚刚开始。当夜幕降临时，一座小城的呐喊仿佛回荡在整片神州大地的上空，那是对不公的控诉，也是对未来的呼唤。或许多年后回首，人们会发现，正是从那些跪倒在市府门前的父母，那些高唱国歌要求民主的市民身上，折射出了一个民族觉醒的瞬间。江油起义已经写下了历史的一页，而它后续的发展和影响将继续见证中国的明天究竟走向何方。